4月11日，影集《驯鹿宝贝》在 Netflix 正式上线之后呢，不只成为了 Netflix 英语影集收视的冠军，最近还因为剧中主角跟踪者呢在真实世界现身，引起了一连串的案外案。很多人看了不禁表示太精彩了吧？现在是直接在演第2季了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驯鹿宝贝》案外案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驯鹿宝贝》是一部真实故事改编的影集，由男主角理查·盖德自编自演哦，主要讲述自己多年前被跟踪骚扰的故事。根据影集的描述，盖德在现实生活当中曾经被人跟踪骚扰长达4年半，跟踪者呢总共寄给盖德41071封 email、350小时的语音留言、744条推文、46则 Facebook 的私讯和106页的信件。那如果用 email 换算，在这4年半的时间里面呢，盖德平均每天会收到28封电子邮件。驯鹿宝贝开播之后呢，引发了全球的观众热议，不少人都在猜剧中的原型人物是谁。而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有网友呢在网络上面展开肉搜，因此衍生出了戏外的案外案。后来呢，戏里面跟踪者的这个原型人物不但被找到了，还出面否认自己有跟骚记录，更扬言呢不排除会提告男主角盖德跟 Netflix。事情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驯鹿宝贝在演什么？案外案又引爆了哪些不同的话题呢？不过在开始今日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行工商服务时间。这几年 ESG 成为了显学投资人也都非常的看重企业的 ESG 表现。那如果你是公司老板或是管理阶层，正在为 ESG 烦恼的话呢，不用担心，有免费见解来了。经济部现在提供企业 ESG 自评表，这是一份专为中小企业设计的问卷，只要花5分钟填写，就可以知道公司目前 ESG 的状况。举例来说呢，你可以了解企业要怎么样扣合政策，逐步的迈向净零，未来也有更多的机会串接 ESG 跟绿能相关的融资补助计划。另外透过问卷，你更可以快速的跟上国际的热门议题，了解趋势，掌握商机。欢迎点击资讯栏的网址，马上填写问卷，也可以透过网站了解更多的相关资讯哦。这边呢，想先跟大家说因为呢，为了要解说这个剧情，这部影片多少会爆雷。那当然我们会尽量简化，但如果你非常在意的话，还是可以斟酌一下直接跳到谁是达里恩这个章节再开始看哦。有盖德饰演的男主角唐尼呢，是在伦敦讨生活的单口喜剧演员，他的演艺事业并不顺利，所以只好一边呢在酒吧当调酒师，一边寻找表演的机会。某天女主角玛莎呢走进唐尼工作的酒吧，但玛莎表示自己没钱消费。基于同情呢，唐尼请玛莎喝了一杯茶，还跟她聊天。聊天时呢，玛莎说自己是律师，但唐尼觉得有点奇怪，他心想玛莎如果是律师，那为何连一杯茶的钱都付不起？不过唐尼没有追问下去，反而还有点好奇玛莎的真实背景。而玛莎在感受到唐尼的善意之后呢，开始天天到酒吧报到。一开始2人的关系还算友好，直到玛莎呢在网络上面找到唐尼的 email， 还每天发信轰炸他。接着玛莎呢还会突然出现在唐尼表演的地方，或是跑到唐尼家里面，之后呢更对他展现出了占有欲，出手攻击唐尼的亲友等等。后来唐尼发现玛莎曾经因为跟踪别人遭到起诉，所以他才意识到自己可能是玛莎最新的目标。而在事发半年，双方经历了一连串的冲突之后呢，唐尼终于报警。当然这报警完呢又发生很多事情，我们这边就不赘述。但总之呢，最后玛莎因此被逮捕，被判了9个月的有期徒刑。那除了这段疯狂的跟骚故事之外呢，其实剧中还有一段情节也引发了轩然大波。在剧中呢，男主角唐尼曾经回忆起自己多年前认识的一位电视编剧达里恩。达里恩告诉唐尼呢，自己可以帮助他的事业发展，而当时的唐尼为了名气，就同意到达里恩的家里讨论公事。后来唐尼每周呢都会到达里恩家报到，虽然表面上面呢2个人是为了讨论工作见面但其实呢达里恩会带着唐尼一起吸毒，等他失去意识之后呢，达里恩就会趁人之危多次的侵犯唐尼。影集播出之后呢，这段令人震惊的剧情引起了不少讨论。因为《驯鹿宝贝》呢是由男主角理查·盖德的真实故事改编的，这就让某些网友很好奇所以达里恩的原型人物到底是谁？有网友从盖德的生物圈里面抽丝剥茧，找出了疑似的人选。有认为呢，英国导演尚恩·福利可能就是真实的达里恩。因为福利曾经跟盖德合作过，还同时拥有编剧跟喜剧演员的身份，这跟剧中达里恩的角色描述大致相符。因此呢，很多人就疯传福利可能就是达里恩。但很快的呢，盖德就直接发现实动态要求粉丝们停止猜测，因为大家已经伤害到了福利。而福利本人呢，也转发这则现实动态，并表示警方正在调查那些诽谤、威胁、辱骂他的贴文。
另外呢，曾担任 BBC 节目主持人的理查·奥斯曼呢，也跳出来说，福利才不是那个达里恩，我们影视圈都知道真正的施虐者是谁。不过奥斯曼并没有把那个人的名字说出来。当然，网友们除了猜测啊、肉搜施虐者之外呢，也没有放过剧中的另外一个关键主角跟骚者玛莎。寻龙宝贝播出之后呢，不少网友都想在网络上面找到关于玛莎的蛛丝马迹，结果还真的有人发现呢，有个叫做费欧娜·哈维的推特用户，在2014年的9月23日发布的推文当中标注了盖德，而且推文的内容还跟剧中台词一样。消息一出哦，哈维的个人资讯呢跟照片瞬间在网络上面被疯传，不少网友觉得哈维的外貌神似剧中玛莎，还一样有法律学士背景。而且哈维呢，在1997年就有跟骚别人的记录，因此网友们更加的确定哈维就是玛莎。让人意外的是哦，很快的哈维就选择出面接受苏格兰小报和英国脱口秀节目的访问，回应大家的质疑，并说出他认为的真相。而在我们截稿前呢，他受访的这一支影片，短短1周内就已经累积了超过1000万人次的观看。哈维表示，虽然自己没有看过影集但这部影集很多内容都是虚构的，而那些内容已经对他造成了严重的困扰。他在节目上面说，多年前呢，他自己确实在伦敦的酒吧认识了盖德，但当时是盖德主动搭讪他的。这两人关系当中呢，盖德才是迷恋对方的人，而且呢，他会讲一些带有性暗示的玩笑。哈维承认自己确实有帮盖德取了驯鹿宝贝的绰号，不过自己并没有跟踪过盖德，更没有因为跟骚行为坐过牢，两人顶多只有来往3个月，最多才见过3次面而已。之后呢，当主持人问起 email 的事情，哈维先说他没有寄 email 给盖德，没有4万封 email 这件事情。但在主持人的追问之下，哈维后来又说自己可能发过几封 email 给盖德，但数量应该不到10封。哈维还说，他确实呢记得自己多年前或许有发过14或18条标记盖德的推文，但他没有透过简讯或 Facebook 联络过盖德。哈维认为的那些夸张通讯记录可能是盖德自己编的。总之，哈维强调，自从《寻猎物宝贝》上线之后呢，他就受到了各种骚扰，甚至其中还有死亡威胁，让他觉得很害怕。他认为自己不只被盖德、被 Netflix 消费了，名声跟生活还大受打击，所以考虑告他们。而在这段访谈播出之后呢，网友们又掀起了一连串的论战。首先，很多人表示，整段访谈最让人不寒而栗的地方呢，就是哈维说自己没有看过影集，但却对于剧情的内容了若指掌。如果那件事情没有真的发生过，而且他又没有看过影集，那他要怎么样反驳剧情是虚构的？另外呢，前阵子也有记者表示，自己前阵子访问过哈维之后呢，连续好几天收到他的电话骚扰跟怒骂。因此呢，很多人都说，在哈维的这个访问当中讲话的逻辑啊，他应答时紧张的肢体语言，以及反反复复的矛盾说辞来看，他根本就是直接站出来亲自证明自己完全就是那个玛莎，没有虚构。不过呢，又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讨论这些批评哈维的声音。有认为的，光从影集的内容应该就能够看出玛莎本人可能有一些精神状态的问题，所以盖德和 Netflix 呢选择把这样子的案例翻拍，确实不太好。尤其呢，男主角在剧中也呈现出了他自己对于玛莎有很复杂的感情。看到玛莎被判刑的时候呢，他甚至还很难过。那为什么后来却转念把整个事件拍成商业影集，而且还对外强调是改编自真人真事呢？当他在强调这是真人真事的时候，就应该要预料到玛莎会被肉搜，会受到各种批评，甚至呢可能会失控说要告死你们所有人。但他还是这样做了，这难道不是在消费玛莎或哈维吗？所以有人批评包含了盖德啊、Netflix 肉搜哈维的人，以及邀他受访、疯狂报道相关新闻媒体都不太道德，因为这等于呢大家要对着一个需要被协助的人落井下石。尤其如果他已经因为当年的行为被判刑了，那些后续的追杀不就等于私刑正义，甚至也是一种骚扰吗？但有人觉得是哈维自己答应受访的，怎么可以怪别人？而且不管他的精神状态怎么样，他的行为都很过分。但是这一连串的曝光呢，或许刚好满足了他想要被关注的需求，所以看不出来有什么样的问题。另外，有人觉得不管哈维有什么问题也不管影集的内容是不是虚构的，这部作品呢确实非常成功的让大家看到了跟骚以及权势性侵受害者的痛苦，所以大家不应该因为后续的案外案就否定它的存在价值。我们团队有几个成员在案外案延烧之前呢，就把《寻鹿宝贝》给看完了。那我们看完影集的第一时间呢，感受非常复杂。一方面，我们确实也有怀疑，如果这是真实事件，而且当事人玛莎还在世，那他这样子播真的可以吗？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喜欢这部影集因为它很细腻的呈现出了受害者在面对这2大议题时可能会有的各种心境，包含了愤怒、恐惧、自责、彷徨、堕落、迷恋等等。
里面有些挣扎的情境呢，我们之前完全都没有想过，但看到的时候也觉得非常的合理，而且很引人省思。那在案文案爆发之后呢，坦白说，我们是觉得真的很遗憾。之前盖德呢就曾经公开呼吁过，希望大家不要试图去找到玛莎的原型人物，因为他认为找到原型人物的身份并不是影集的重点。那么觉得这种状态呢，其实有点像是当年台湾的房思琪事件。虽然作者强调这是改编自真人真事，但同时作者也不鼓励大家去探究人物的原型。林涵说呢，之所以要强调这真的，是因为希望大家不要觉得还好，这只是故事，就忽略了情节当中受害者所遭遇到的真实痛苦。所以我们认为呢，这作品最重要的讯息或许就是要提醒大家，像是李国华、达里恩、玛莎这样子的加害者，以及被他们荼毒的人，其实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常见，只是我们没有发现。而正是因为这样子的加害者可能有千千万万个，所以如果我们只是找到一个当事人，把他抓出来审判，那这对于解决问题的帮助其实很有限。因此我们觉得，除了找到原型人物之外呢，该怎么样发现身边有人正在受害，该怎么样援助他，整个社会结构或个人可以怎么样减少这种悲剧等等，或许更是值得大家一起关注讨论的议题。那关于这个部分呢，其实《寻鹿宝贝》这部影集的剧情也有试图给出一部分的解法。那如果你有兴趣，我们非常的鼓励你可以去找出来看一看，然后跟更多人一起讨论哦。那最后呢，也想来问大家，你怎么看这次《寻鹿宝贝》的案回案？我觉得很棒哦，案情峰回路转，我看得超开心。并我觉得很糟糕，要热搜就算了，还骚扰访问当事人就有点过头了。所以虽然觉得不太好，但还是忍不住期待之后会怎么样发展。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寻鹿宝贝》案文案。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跟骚事件的悲剧，以及房思琪的初恋乐园。那么今天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